今天我为您分享的书是《芒格之道》。这部作品涵盖了自1987年至2022年，查理·芒格在担任2家公司董事长时在股东大会上的演讲和问答，时间跨度达35年，文字约50万字，是一部思想深邃的箴言之集。查理·芒格是一位为人熟知的亿万富翁，活到了99岁，同时也是股神巴菲特的合作伙伴。巴菲特不仅将芒格视为益友，更是把他看作自己的良师。巴菲特曾言，是芒格开阔了我的视野，在结识芒格后，我以非凡的速度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否则我会贫穷得多。那么，芒格究竟拥有何种独特智慧呢？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探讨的课题。在过去，想要追寻芒格的智慧财富，人们通常会翻阅那本经典的《穷查理宝典》，其中收录了芒格在20多年间的主要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但实际上，要了解芒格的智慧，还有另一个丰富的宝库，即芒格自1987年以来在希克金融和每日期刊股东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为何《穷查理宝典》中文版的出版人施洪俊后来得到了芒格的授权，并花费2年多时间组织整理编纂成《芒格之道》的原因。大多数时候，芒格是寡言的。那些关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了每年看到巴菲特滔滔不绝，而芒格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9个字甚至已经成为他的标志。然而，在希克金融和每日期刊的股东大会上，作为这2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必须花费数小时，详细阐述公司的现状，阐述自己对人和事的态度，并坦率地回答股东们的提问。因此，对于关注芒格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全面领略他的所思所想。你好，欢迎来到意林读书，每天一本好书，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翻开这部著作，我们能够看到，从60多岁到90多岁，一年又一年，芒格都在思考什么。没有事后的诸葛亮，没有2次加工，全都是第一手的记录。初次阅读这本著作的人可能会觉得无从下手，面对这种年鉴式的编排，我建议您可以不从头开始，而是从后往前阅读。先阅读2020年到2022年这部分，您将看到一些您熟悉的新话题，如新能源、比特币、元宇宙、马斯克等。读完芒格对这些话题的看法后，您可能会像我一样，被这位幽默而睿智的老人所打动，迫不及待地想听更多。之后，您可以在丛书的中间选择一个对您印象深刻的年份，比如2008年，然后开始往下阅读，或者挑选几个对您个人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跳着阅读，将芒格在某一年的思考与您自己的人生经历相互映照。总的来说，阅读这本著作就像品味一场丰盛的私人晚宴，随心而为，慢慢咀嚼，才能更好地品味出属于您自己的美妙滋味。也正因如此，我今天不敢说是解读这本著作，我更想与您一同围读这本著作。我先分享一些我品味到的滋味。等您阅读完这本著作后，请务必在评论区与我分享您品味到的滋味。这是一场不会散场的研习，因为我们共同品味的不仅是一时的手法，更是长久的智慧。第一部分，关于芒格，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虽然芒格几乎一辈子都待在美国，事业也在美国取得成功，但他在中国的声望却高于在美国的声望。这是由芒格亲自证实的。2010年，芒格的朋友考夫曼编纂的《穷查理宝典》被翻译成中文，大受欢迎。从那时起，芒格的名字在国内就开始响亮起来。2019年，芒格在股东会上说，考夫曼提高了我在印度和中国的知名度，我真希望他能在洛杉矶给我带点运气。我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在洛杉矶却不太被看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对芒格感兴趣呢？是因为他有钱吗？并非完全如此。虽然他确实很富有，但与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巅峰富豪相比，
他的数十亿身家仍然相形见绌。芒格在中国备受瞩目，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故事符合许多中国人对完美生活的期望。他不仅富有，而且长寿，家庭幸福，与巴菲特的长久友谊令人艳羡。然而，如果有人说芒格是生活的幸运儿，那肯定会引起许多芒格追随者的强烈反对。实际上，芒格的出生境遇非常糟糕。他5岁时家族企业破产，6岁就开始在杂货店打工。17岁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中断学业，应征入伍。29岁时，儿子患上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倾家荡产，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儿子的生命。他的第一段婚姻以失败告终，步入第二段婚姻后，他不得不养育8个子女，经济压力巨大。然而后来，芒格逆袭的故事也是非常励志的。为了赚更多的钱，养活庞大的家庭，30多岁的芒格开始在业余时间投资。他勤奋地阅读，学习与投资相关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逐渐积累财富。35岁时，他与巴菲特相遇。38岁，他离开律师行，全职从事投资。54岁，他加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两人共同创造了我们熟知的财富神话。在芒格逆袭的故事中，许多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词：商财仕浑。商人的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士。商财仕浑意味着他不仅具备经商致富的头脑，同时还拥有接近士大夫的灵魂。这一评价最早来自芒格家族资产的主要管理者李路，他是一位中国人。他说，在与芒格的交往中，他常常会忘记芒格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芒格更接近他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首先，芒格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榜样。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成功又完全依赖于自我修养和学习，与社会上的种种权钱交易、潜规则、商业欺诈、造假等毫无关系。他用清白的方法，凭借智慧赚钱，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了价值。其次，芒格的仕浑体现在他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程度，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尽管他很富有，但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至今仍住在几十年前购买的一套普通房子里。与人约会总是提前45分钟到场，自己旅行时只坐经济舱。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芒格致力于慈善事业，帮助更多人。此外，芒格深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股东会上多次强调人们应该学习中庸之道，应该克己慎行。他认为自己的人生秘诀就是降低预期，咬牙苦干。他倡导不断阅读、学习，通过自身的修行，不断提升自己，以配得上所追求的东西。这一切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或许不太理解，但在中国却引起了相当的共鸣。商财仕浑，在世俗中取得成功，却依然保持纯洁的灵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这也是许多中国读书人的理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研究芒格，探究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原因。第二部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芒格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我给你念一段他在股东会上的原话。你们在座的各位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知道你们求知若渴，你们很多人是书呆子，我不是笑话你们，因为我也是个书呆子。你们看到了，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书呆子，虽然一身缺点，却取得了成功，所以你们来到了这里向我取经。我是怎么做到的呢？按我本身的能力和才智，我不应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能成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掌握了几个思维方法，后来在一生中反复使用。首先，我走大道，因为大道人少，走大道才是有大智慧。我还追求理性，我从小就养成了追求理性的习惯，这个好习惯让我受益终身。
芒格的话就说到这里，没有接着展开。但是从他在其他不同年份的讲话里，走大道、大道人少还有追求理性这2句话都曾反复出现，所以我们也能总结出他们的一些具体含义。首先，走大道、大道人少，这是芒格和巴菲特都经常提起的一句话。这里的大道也可以理解为正道，就是歪门邪道的反义词。这体现在他们的投资上，就是老老实实买入自己觉得价值被低估的好公司，而不是去玩一些投机取巧的金融手段，买一些被包装的花里胡哨的金融产品。比如我们都知道，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年，一些金融机构热衷于把大批次级贷款打包处理成标准化的证券。这种金融衍生品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也让很多人忽视了在他们的背后，那些作为底层资产的次级贷款其实非常脆弱，违约风险非常高。而早在1990年代末期，巴菲特和芒格就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后来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这种层层包装的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这种产品的掩护下，华尔街可以肆无忌惮地上杠杆，而且这类产品涉及大量资金的对赌行为，还不会完全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他们认为文明社会的资本配置过程不应该像赌场一样混乱，证券产品应该简单清晰，不应该晦涩难懂，而衍生品走的是相反的歪门邪道。那么在芒格看来，在投资上，什么是大道、正道？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买入真正的好公司。他们认为的好公司，就是能实实在在给顾客创造价值的公司。比如芒格有一只已经持有了快30年，截至2023年的股票就是开市客。他说这是一只他打算带入坟墓的股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特别欣赏开市客的价值观，就是要把好东西卖给客户。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开市客有没有偏离这个价值观。比如2022年在开市客股票的价格已经很贵的时候，他在每日期刊股东会上说，我从来没动过卖出一股开市客的念头。去年圣诞节我在开市客买了几件法兰绒衬衫，一件才$7左右。衬衫的质量非常好，手感很柔软。我还买了几条奥维斯牌的裤子，大概也是$7一条。我买的裤子腰部是带弹力的，还防水。开市客拥有强大的采购能力，他为顾客精挑细选商品，让顾客买得放心。按开市客现在的股价，我不一定会买，但我绝对不会卖。另外，再说到芒格担任董事长的每日期刊公司，也是一直坚持要实实在在给客户创造价值。每日期刊这家公司最早是发行法律报纸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报纸业务衰落，每日期刊经历了好多年的亏损。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芒格带领这家公司做了转型。他们在2009年股市谷底购进了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业的股票，赚了很多钱，然后又用这笔钱开了新的子公司期刊科技，发展法庭软件业务。每日期刊这棵100年老树竟又发出了新芽。芒格说，给法院和政府部门提供软件服务，这条路非常辛苦，微软、谷歌的人都不愿意干。但是他们愿意干，因为这件事能简化法院和政府办事繁琐的流程，减少人工操作里的错误。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们不怕难，还觉得难一点才好呢。正因为它难，做成了以后，就是别人抢不走的好生意。这也是体现了那句走大道，大道人少。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走大道，放在经营上就是卖真正的好东西，放在投资上就是买真正的好东西。这就是芒格的基本原则。再说芒格的另一句话，追求理性。这听起来好像更抽象了，要怎么做呢？纵观芒格的讲话，你会发现
他追求理性，其实主要就是使用3个工具：一是否定自我，二是多元思维模型，三是逆向思考。首先是否定自己。无论是多么深信不疑的想法，芒格都会努力找出相反的证据。他知道人类天生有一个倾向，就是自我辩护，所以他会反复推敲自己的想法，甚至专门琢磨怎么否定自己。他认为，如果不能想清楚怎么证明自己的一个观点是错的，就不算是真正拥有了这个观点。再说多元思维模型和逆向思考，在解读《穷查理宝典》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讲过这2个工具了，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做一些必要的补充。我们知道，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因为在芒格看来，不管是想认识世界，还是研究一家公司，你面对的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如果一个人只用自己专业领域、自己过往经历的视角来研究问题，那很可能就会陷入狭隘，扭曲现实。就像芒格经常引用的那句谚语，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所以最好能涉猎更多的学科，比如物理、历史、哲学、心理学等等，让多元的智慧融入大脑，这样看问题才能更透彻全面。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芒格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专业领域不重要，其实他是很强调专业化的。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被很多人忽视的一段话。芒格表达了他不建议大多数人走他的路，不建议大家花很多时间在广泛涉猎上，因为他的路是特殊的，而专业化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就像如果你是个纲常科的大夫，不做好本职工作，整天想着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或者天体物理学，那没人会愿意找你看病。这就是市场，这就是现实。芒格建议的是，在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拿出10%至20%的时间，学一些其他学科的重要理论。注意，这不是说我今天打算学生物了，那我找一本教科书从头开始读吧，而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在这个学科里那些最重要的理论是什么，然后就去抓这些重要的学，而不是面面俱到。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芒格非常重视学习进化论。他认为，在一个行业乃至整个商业史中，公司的兴亡更替同样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规律。另外，在数学领域，除了复利效应以外，芒格还很推崇排列组合。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构成它的元素排列组合成的，想看懂一件事，关键就在于找出这些元素，还有它们排列组合的方式。另外，芒格还重视历史中的商业史、统计学中的高斯分布、物理学中的平衡、临界质量、工程学中的断裂点理论，还有误判心理学等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顺着这些关键词去找找启发。另外，再说逆向思维这件工具，芒格讲到，二战时他当了气象兵，负责给空军做天气预报，确认气象条件合不合格，飞行员能不能安全起飞。怎么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呢？他是反过来思考的。他问自己，假如我想让飞行员送命，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他很快得出了答案。一是让飞机结冰，这样飞机就会失控；二是让飞机没法着陆，直到燃油耗尽。所以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首要关注天气会不会恶劣到让飞机结冰或者没法着陆，这是2个大忌。这个做法帮芒格在二战中成了一名更合格的气象兵。芒格认为，我们应该时常反着想事情，这样起码不会离想要的越来越远。比如，想帮别人，先想想怎么伤别人；想得到幸福，先研究人生怎么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怎么做强做大，先研究企业是怎么衰败的。还有，多数人更关心怎么在股市投资上成功，而芒格更关心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很多人都失败了。在芒格漫长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地研究收集人类在各个领域当中著名的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正确决策的检查清单。
他用一句谚语来概括这种思考方法：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不去那儿了。另外，他在股东会上还提到了他的朋友彼得·考夫曼的一句话。考夫曼说，既要知道在高山之巅向下俯视的世界是什么样，也要知道在万丈深渊向上仰望的世界是什么样。芒格认为这句话很对，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两个视角，那么我们的认知一定不符合客观现实，这跟他注重的逆向思维是差不多的意思。第三部分，前面我们讲的是芒格的人生理念，走大道，大道人少，还有追求理性。下面我们来讲讲芒格的财富思想。你会发现，他的这些财富思想其实是他的人生观念落在投资上的自然体现。芒格和巴菲特信奉价值投资，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甚至可能已经很熟悉价值投资的那些关键点了，比如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买那些市场价格低于真实价值，也就是被市场低估了的股票，还有在买被低估的股票时，价格和价值之间要有足够差距，也就是留足安全边际。另外就是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看不懂的股票不碰。这些就是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芒格和巴菲特一直坚持价值投资。2022年，有人在股东会上问芒格说，现在各种智能投顾、技术分析这么流行了，传统的价值投资是不是要消亡了？芒格坚定地回答，价值投资永不过时。投资要做得好，买入的价格必须低，买到的价值必须高。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永不过时。不过，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巴菲特跟芒格的价值投资理念是不同的。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来自格雷厄姆，但是巴菲特在遇到芒格之后，他的理念是有很大变化的。传统的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强调买入的股票要足够便宜，即使是一家不好的公司，但是只要它的价值被低估了，价格足够低也可以买。买了之后，要么等上涨就卖出，要是不涨就持续买，直到控股，再通过清算公司资产赚钱。只要你买入价格足够低，这样也是能赚到钱的。这就是巴菲特在遇到芒格之前的做法。但问题是，能便宜到这种程度的股票，多半是名声不好的小公司，大家都不愿碰，就像别人抽烟剩下的烟蒂一样，所以这类股票又叫烟蒂股。巴菲特最早就是靠买卖烟蒂股积攒起财富的，但是后来芒格推动巴菲特实现了从买便宜货到投资优秀企业的转变。芒格反复对巴菲特说，投资烟蒂股就像不断寻找烂人烂事，和他们做完生意就绝交，再去找下一波烂人烂事，这非常耗费精力，一旦资金量变大后，肯定会心力交瘁。但如果是买优秀的人掌控的优秀企业就不一样了，优秀的人都是自律而且喜欢自我挑战的。买下优秀企业之后，不需要再做什么，只要跟着企业的业绩成长，获取投资收益就可以了，相当于坐享优秀者努力的成果。最终，巴菲特接受了这个观念，并且迈出了投资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步。1972年，巴菲特以2500万美元买下著名的喜诗糖果公司，结果从第二年起，喜诗糖果就开始向巴菲特源源不断地输送现金流，到2007年时，累计贡献利润达到了 13.5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巴菲特后来才买入了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更多的大牌企业，由此赚到了更多的钱。所以芒格对于巴菲特投资理念的重要影响就是让巴菲特买入真正的好公司，然后长期持有。当下的人们经常会把价值投资跟长期主义放在一起说，但通过刚才的讲述，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价值投资理念其实并没有长期主义这一说，这是芒格后来赋予他的。不过芒格自己很少说长期主义这个词，他更喜欢用忠诚这个说法。今天我们看芒格的投资策略，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个词：集中
忠诚。2022年，他在每日期刊股东会上说，芒格家族持有伯克希尔股票、开市客股票，还通过李路管理的基金喜马拉雅资本持有中国的股票。这3笔投资占了他资产组合的绝大部分，非常集中。很多金融专业人士主张分散投资，但芒格认为过度的分散没什么好处。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能力都很有限，能找到最多4个好的投资机会就足够了，就要谢天谢地了。非要找到20个，很难实现。对于这样一个集中的投资组合，芒格展现出了极度的忠诚，已经攥住了他将近20年。他在股东会上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喜欢一家公司，喜欢他的管理层，我们会对他非常忠诚，甚至有些过于忠诚。如果你读这本《芒格之道》，一年一年的去读，这种忠诚其实能感受得特别明显。这也是这种年鉴式书籍的一个好处，你能自己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你会发现，芒格经常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观点反复讲，一年又一年的去讲，甚至措辞都不会变。这些就是他始终看好、一直忠诚的。比如李路，从2004年开始，芒格入股了李路管理的喜马拉雅资本。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在2010、2017、2018、2019、2020等多个年份，芒格都讲到了李路，表达自己对李路的认可。他说，他这一辈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了一个外人管理，就是李路。他好几次把李路称为中国版的沃伦·巴菲特。芒格看好李路，除了认可他身上优秀的个人特质，还因为一个关键点，就是李路是在中国做投资。芒格经常讲一句话，在有鱼的地方钓鱼，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有鱼的地方，这也是他近些年反复在讲的。他说，美国市场已经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人挤人，竞争白热化，好鱼都快被抢光了，但是中国市场还有很多机会值得挖掘，投资中国公司能买到更多的价值。有一次，一个股东问他，您讲过，把时间拉到足够长，投资者最终获得的收益与公司的盈利基本一致。那么，既然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大部分在美国，我们是不是应该着重分析美国最优秀的公司？芒格说，我不同意。在我看来，最强大的公司不在美国。我认为，中国的公司比美国的公司更强，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更快。在中国的投资机会里面，芒格提到次数最多的是比亚迪。从2010至2022年，他至少5次谈到他对比亚迪的认可，称赞李路发现了比亚迪这个机会，在便宜时买入了。每日期刊公司、伯克希尔、芒格家族都投资了比亚迪。芒格看好比亚迪的原因，有对电动汽车这个大趋势的判断，也有对比亚迪产品的观察，这个我就不展开了，毕竟我们也不是要给比亚迪打广告。不过，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有3年都讲到了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讲的内容也几乎一样，讲到了王传福的农民出身，讲到他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芒格说，他非常欣赏王传福这样聪明、肯吃苦，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敢于挑战奇迹的管理者。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正因为芒格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所以他反复在讲的一些看好的对象，都是他10几20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就已经买入了的，那个时候他们的价格还非常便宜。芒格也说了，站在今天，他还是会坚定拿住这些对象，比如开市客、比亚迪，他不会卖出他们，但如果当年是现在的价格，他不一定会买入。另外，芒格还讲到，他跟巴菲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投资比现在好做，可以捡到的机会更多。但是现在市场里聪明人越来越多，能捡到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将来2022年往后，投资股市很难实现高于 10% 的收益率。从2000年往后，芒格和巴菲特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于大多数想要投资股票的人来说，
买费用低的指数基金是最理想的选择。长期来看，普通投资者是很难跑赢市场、跑赢大盘的。如果你关注得到站内的金融投资类课程，关注我们听书解读过的金融类书籍，你会发现这个提醒出现的次数实在是不少了。到这里，芒格的财富思想我们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过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内容，就是芒格在2020至2022年的每日期刊股东会上对一些新话题的看法，你可能会感兴趣。首先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芒格和巴菲特都不太喜欢他们。芒格措辞很激烈，他说比特币纯粹是反社会的东西，很多人对加密货币顶礼膜拜，但是他们崇拜的不过是一种在敲诈、绑架、逃税等方面很有用处的东西。我真希望政府能立即禁止加密货币。再说刚刚提到了一句的电动汽车，芒格认为电动汽车的时代即将到来，而且与氢能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相比，电动汽车将获得更广泛的普及。还有股东问到芒格关于特斯拉还有埃隆、马斯克的看法，芒格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第一，我绝对不买特斯拉；第二，我绝对不做空特斯拉。马斯克是个天才，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有一种人智商高达190，但是他们以为自己的智商有250，这种人我最怕了。马斯克有点类似这种人。有句话叫千万别低估高估自己的人，埃隆、马斯克可能高估了自己，但我们还真不能小瞧他。结语，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主要内容，但是先别着急退出去，因为这本书里的金句实在太多，我没法把它们全都融入解读的主体部分，所以就挑出一些放在结尾给你念一念。第一句，潮水有起有落，我不妄想预测潮水的起落，我只想着自己怎么能游得好一些。第二句，别人问我怎么才能幸福，我总是回答说，降低你的预期，也就是让你的预期更符合现实。第三句，懂得如何学习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聪明人仗着自己聪明，骄傲自满了，不学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学，世界就会把你甩在身后。第四句，年轻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用于获取智慧，提升自己。在给自己充完电之后，我才会把时间卖给客户。第五句，如果你真想成功，真想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就要干坐冷板凳，日复一日的阅读。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第六句，持之以恒的追求智慧，持之以恒的等待时机，我们应该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你们也可以把这2点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七句，变富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慢慢变富，才能细细体会到其中的美妙滋味。一夜暴富有什么好的呢？暴富之后，很可能不是被自己败了，就是被别人骗了。慢慢变富，一辈子都乐趣无穷，有滋有味。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